Hello，大家好。正如预期的那样，美联储本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他们预计年底前将再次加息。与此同时，美国8月份的通胀高于预期，为美联储11月加息打开了大门。加拿大8月份的通胀也再次加剧 ，CIP 同比上涨4%，高于市场预期的3.8%，核心通胀增速也超过了预期，这带动加拿大债券收益率飙升至16年来的高点。随着债券收益率飙升，加拿大抵押贷款利率再次走高，大多数贷方将利率再次上调了20个基点左右，现在利率已经接近7%。如果债券市场收益率继续攀升，这将会引发更多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利率保持在高位的时间将比预期更长。目前大多数抵押贷款利率都在6%以上，6%以下的利率基本消失。加拿大抵押贷款专业人士协会本周发布的调查结果发现，65%的抵押贷款持有人将在未来3年内续签抵押贷款合同，其中近70%的人表示，他们为更高的续签利率感到焦虑。加息导致偿债成本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现在购买典型房屋所需要的月供还款额已经升至每月3600加元，比1年前增长了21%，比2年前增长了80%。牛津经济研究院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今年第2季度只还利息的债务比率升至 9.9%， 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央行把高风险家庭定义为那些支付其总收入 25% 以上作为抵押贷款费用的家庭。现在加拿大有1半的新购房者都属于高风险类别。早在今年5月份，加拿大央行就警告称，房贷断供的比例可能会高达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2倍。现在各大房产市场的房源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多伦多房源即将突破5年的高点。新房市场也非常萧条。大多伦多地区建筑工业和土地开发协会的报告显示，今年8月份的新房销量仅为711套，比10年平均水平低 63%， 这是自2000年开始追踪销售记录以来的第2低的数字。8月份大多伦多地区共售出公寓443套，比10年平均水平低 66%。单户住宅的销量为268套，比10年平均水平低 56%。 最近加拿大的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动荡，先是几大银行抵押贷款损失准备金翻了数倍。由于坏账增加，蒙特利尔银行宣布关闭零售汽车金融业务，他们的信贷损失准备金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之多。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最近都开始准备大规模裁员。一向对房产市场过度乐观的皇家银行也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几个月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可能会相对平静，高利率和住房拥有成本预计将继续超过潜在买家的预算，而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也将削弱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同样的因素也可能给现有的房主带来压力，迫使其中一些人将自己的房产挂牌出售。市场更加平衡将抑制未来价格上涨的步伐，不排除小幅下跌的可能性。其实银行作为房产利益相关机构，对房产市场都是非常乐观的，而这种乐观并非是看好房产市场，而是为了带节奏。截至去年7月份，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占加拿大抵押贷款总额的 57%。 随着利率攀升，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相比，浮动利率借款人要多支付数千加元的额外利息。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相比，在2021年低利率时期，以5年期50万加元浮动利率贷款买房的人，到2023年9月将累计多支付23579加元的利息，比固定利率高 63%。 自疫情爆发以来，有些政策推迟了房产市场的崩盘，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抵押贷款延期支付政策和延长抵押贷款摊销期限政策。目前延长抵押贷款摊销期限政策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随着央行加息，很多人的贷款月供还款不但无法覆盖本金，甚至连利息都不足以覆盖，而房价从去年3月份的高点开始大幅下跌，这导致很多借款人的贷款未偿还部分超过了房价。这种贷款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下抵押。由于水下抵押贷款数量飙升，导致加拿大担保公司最近停止披露水下抵押贷款数据，
一般情况下，如果贷款未偿还部分超过了房屋本身的价值，房屋就变成了负资产。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失去偿还抵押贷款的动力，贷方也将面临抵押贷款损失风险。为了避免人们违约，银行将他们的抵押贷款还款期限延长至25年以上，有些则长达50年、70年、90年，甚至是无期限贷款。截止第二季度，皇家银行住宅贷款中有 43% 的贷款摊销期限超过了25年。多伦多道明银行超过25年摊销期限的比例从1年前的 35% 上升到 48%。蒙特利尔银行剩余摊销期限超过30年的抵押贷款所占比例已经增至近1/3。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超过25年摊销期限的比例上升到 47%。很多人认为，只要银行允许无限延长摊销期限，就能够拯救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但是，这种政策毕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它只是把暴雷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且人们的债务还会像滚雪球那样越还越多，从而使金融暴雷风险越来越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这样的风险，现在他们终于开始出手干预。本周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指望延长摊销期限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他们要求贷方尽早采取行动，比如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贷款还款额，一次性付款，或者是重新谈判他们的抵押贷款。现在加拿大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让已经降温的房产市场雪上加霜。随着近几个月就业市场开始疲软，失业率较去年低点上升了 0.6个百分点。职位空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3万个，7月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高达 40.4 万，比去年增长了 9.6%。除了疫情刚爆发时期，申请失业金人数上一次到达如此高的水平还是在2008年12月。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住房市场调整至少要持续到2024年。房价较2022年的峰值将下跌 20% 至 25%。 随着加拿大陷入住房负担能力危机，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买房的加拿大人数量正在增加。加拿大抵押贷款专业人士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 48% 没有住房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不会拥有住房，这个数字比6个月前上升了 15%， 远高于1年前的 33%。 较高的利率也推迟了首次购房者的购买。调查发现 77% 的人表示，由于借贷成本上升，他们将调整购买计划。 33% 的人表示他们将完全推迟购买计划。 72% 的首次购房者表示，利率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我在我的频道社区也做了一个调查，你认为10月份加拿大央行会加息吗？一共有612人参与投票，大多数人都已经做好了10月份加息的准备。具体来说，有 75% 的人认为10月份会加息，只有 25% 的人认为不会加息。不论从美联储的公告还是加拿大央行的公告来看，利率都还未达到峰值，同时高利率一定会维持更长时间。加拿大当前的基准利率还落后美联储50个基点，而由于通胀压力，美联储将于11月再次加息，所以加拿大央行一定会利用10月份议息会议的机会缩小利率差距。市场目前已经将首次降息的预期推迟到2024年下半年。正如过去不断上调利率预期那样，近1年来市场在不断推迟降息预期。从历史上看，加拿大央行最后一次加息与第一次降息的时间间隔大约10个月时间，但是这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借款人来说，量力而行地处理好自己的债务问题才是明智之举。千万不要指望央行一定会在2024年降息，而目前的房产市场比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时候进入房产市场是有利可图的，请务必让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